就好比说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拍着桌子要威胁制裁全球最大的炼油国。咱们来算一笔最实在的账啊，就是这脑筋不清醒，他一算账，就清楚了。如果美国真的全面禁止中国的新型光模块，自己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巨大的产能缺口。今年全球 1.6T 需求大约2200万到2400万只，北美4大云厂商一口气就能吃掉70%，而美国本土那2家厂商年产能撑死400万只，连谷歌一家的缺口都补不上，缺口超过 60%， 产能一断，价格必然暴涨。现在 1.6T 硅光模块大概$1000左右要是中国切断货源，保守估计涨幅 40% 以上，极端情况下得翻倍。别忘了光模块这个占 AI 投资近20%，光模块涨价40%，整个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直接就要上浮 6%到 8%， 一套10万卡的集群，老美就得多掏10几亿美金的冤枉钱。比涨价更致命的是交付延期。AI 大模型的竞争那是按月按周算的，每晚交付3个月这一代模型的迭代窗口可能就全错过了。第三方机构都急了说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下一代集群上线推迟多个季度，一天烧几千万的赛道，推迟1个季度的损失就是光模块成本的10几倍。今年4大云厂商资本开支突破了7100亿美元，钱都规划好了，现在跟你说缺货还涨价，无论是压缩规模还是推迟上线，都会直接拖慢美国整个 AI 产业的扩张节奏。所以最先跳出来造反的一定是美国自己的企业。25年他们对中国的光模块加税，没多久就乖乖的弄了个豁免名单嘛，就是因为云厂商集体抗议，他们心里门清，制裁中国光模块那哪是制裁我们，制裁他们自己。当然我们的企业也不是毫无准备，头部厂商早就预判了他们使不出2手牌来，肯定有这么一招。于是呢，在泰国、马来西亚早早建了厂。中基旭创呢，在东南亚的产能早就已经可以承接 30%到50%的北美订单了。信义盛、华工科技也都在加速扩产。就算美国限制中国制造这个标签东南亚厂区生产的同款产品合规出口也完全不受影响。说白了，这纸禁令折腾到最后，唯一的成果就是把我们产品的标签从中国制造换成了泰国制造，技术还是咱们的，产能还是这一群人的，唯一改变的是美国云厂商要多掏30到40亿美元的溢价来为这场政治作秀买单。这里哪里是欺商权这里这有点是服毒自尽的意思了。面对这种无理取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只是在旁边看笑话咱们手里的牌比很多人想象的还硬得多。最直接的就是两用出口物项管制24年底我们的条例就落地了，25年10月又发布了关键物项出口许可管理。虽然光模块现在还没上清单，但政策工具箱早就预备好了，只要美方敢升级制裁，我们顺手就把高速光模块纳管，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对等原则。你卡我芯片，我就卡你的组网，你不让我升级技术我就让你建不起来集群。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博弈逻辑咱们在稀土光伏上面早就已经给他们上过课了。而更深层次的反制在于技术路线的颠覆。很多人觉得光模块的这个 DSP 芯片被美国博通垄断是我们的软肋，确实它占了成本的20%多。但是我们正在用 LPO， 也就是线性直驱，还有 CPO 共封装光学技术来绕开这条壁垒。LPO 直接把 DSP 的芯片踢出去了成本降了30%，功耗还能降1半以上。今年我们的头部厂商已经开始批量的部署 800G 的 LPO 了， 1.6T 也在快速的验证。一旦这条路跑通了，老美的芯片壁垒就会大幅贬值，我们反而能在下一代路线上弯道超车，多多少少还希望它赶紧就进了。而在上游的光芯片领域呢，国产替代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推进中，中低端早就拿下了，高端也在不断突围，庞大的内部市场自然会孕育出完整的产业链，这是不以行政命令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很多人总觉得科技战是单方面的，我们被卡脖子，但到了光模块这个赛道，牌桌两边其实是各有各的筹码，你有你的芯片壁垒，我有我的产能护城河，你能给我设认证门槛，我就可以给你画出口红线。当一个先进的经济体开始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正常的生产分工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他们产业控制力的不断瓦解。回到那枚指甲盖大小的光模块，它之所以成为博弈的焦点，其实就反映了一个很朴素的逻辑嘛。当我们在制造业的泥泞里摸爬滚打了10几年，把规模、成本、交付和迭代稳健度做到了极致之后，其实外人就无论如何也夺不走我们的产业话语权了。老美可以起草1万份禁令，可以把所谓的国家安全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改变不了一个鲜明的事实，全球70%以上的高速光模块就是中国造的，下一代 AI 算力的建设节奏就是攥在中国的产线上，整个科技链条都在深深的扎根于我们的本土。
这场算力第二战场的胜负底色，其实早就写在了我们隆隆作响的生产线上。就在我刚剪辑好这个视频的档口，咱商务部对 FCC 的这个爪牙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实施了反制，列入清单，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同时对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进行调查。而且这才只是个开始咱们的手里还握着光模块的上游磷化铟的绝对控制权呢。想让我们家孩子饿肚子你们家那2个独苗也甭想发育了。还有消息说这个事儿有可能是因为美国马上要上2倍杠杆的中继续创的产品，所以华尔街想要做空一下，把价格打下来，好拿筹码。最近美国人用嘴调控的这个劲头是很足现在都开始用嘴来咱们市场里面撒野了，靠小作文跟我们争夺实打实的产业定价权。这个不叫挑衅，这个是找打咱们的有关部门这一巴掌抽的是结结实实，而且还有样学样的告诉美方，如果持续一意孤行进一步反制，我们就接着揍你可以说咱们现在的主动出击实在是妙哉妙哉。